那今年呢很特别，就是三星的 S26系列在台湾首次支援 eSIM。其实头1、2天我的网络是很不稳定，就是常常断断续续，然后可能找不到网络什么的。我还有一个终极大法，这个终极大法就是，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出国在机场找不到网络，超紧张，想要查出机场怎么搭车去饭店 ，Google 地图或是 AI 一起卡住，想要跟家人报平安也没有办法，还要跟别人借 WiFi， 超像网络乞丐。但是如果告诉你有一个方法可以不用换卡，让你一下飞机就有网路，而且还比在当地买 SIM 卡还便宜，你相信吗？上个月我去日本，当我的家人还是担心要不要买实体 SIM 卡的时候，我的 eSIM 都已经设定好了，超快速，不用换卡，不用排队，出国前就可以在手机上用好，只要一落地就自动连线。尤其是 Sally eSIM 真的联网超简单，连我妈都会用。操作很简单，你就手机下载 Sally App， 选择你要去的国家，像是日本就有1GB、3GB、5GB 的不同方案，都是30天期限，超级够用。买完之后直接在 App 里面安装，手机点一点就搞定了。然后最赞的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一次跑好几个国家 ，Sally 还有区域方案，像是亚洲或是欧洲方案，一张eSIM直接漫游多国，不用每个国家都重买，省超多麻烦。他们家涵盖全球200个地区，而且客服是24小时都有人，还支援中文，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想要像我一样旅行一落地就有网络用吗？现在使用苹果妹频道专属优惠码 Apple May， 或者是优惠链接 Sally.com/AppleMay 就可以享有15%的折扣哦。优惠链接我放在资讯栏，相信我，用过eSIM之后，你再也回不去那种换 SIM 卡的日子了。大家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有，而且还不少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带大家看看出国旅游如果要用eSIM的话，要如何使用吧。确认手机规格。首先呢，我们要先确认一下你的手机到底可不可以使用eSIM。如果你是用 iPhone 的话，你的机型如果是 10S 还有 10R， 包含跟以上的机型都是可以使用的。那如果你要 double check 的话呢，你可以直接进到你手机的设定，然后你去找到行动服务。然后中间你就会看到这个加入eSIM，代表你就是可以使用eSIM的机型。那今年呢很特别，就是三星的 S26系列在台湾首次支援eSIM。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呢，就直接进到你的设定，然后你在搜寻栏这边打eSIM，你就会看到这个 SIM 卡管理工具里面有一个新增eSIM的地方，就可以直接去新增了。再来呢，我们来讲到eSIM的特色哦。首先呢，就是国外旅游使用的eSIM申请超级快，大概5分钟之内可以完成。然后我们刚刚呢有讲到国内使用的实体 SIM 卡，还有国外旅游使用的eSIM是可以同时并存的，你完全不需要把你国内的 SIM 卡拿出来，也可以连到当地的网络。而且eSIM有一个特色呢，就是它是可以一次使用很多个号码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呢想要使用很多个电信商，或是在很多个国家都有eSIM的话，你爱用几个就用几个。接下来下一个我们来讲如何申请eSIM。那eSIM呢其实有非常多家的业者，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面找那种可以在 App 上面直接下载的。例如说我在2月份的时候去葡萄牙玩，我就是直接在手机上面使用 Sally 这个 App。那我们现在呢就直接来示范一下。首先我们打开 App Store， 然后在搜寻栏这边我们去找 Sally eSIM， 找到之后下载，好，把它打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新增eSIM哦。这个时候呢，它会让你去选你的国家。假设我今天要去日本好了，那我就点进去，那你就可以去看它的不同的方案，大部分都是30天的，然后有1GB、3GB、5GB、10GB 跟20GB 可以选择。那例如说你今天是要去欧洲一整区的话，它其实也有区域方案，就是在最上面的这个区域。假设你要去欧洲多国，那我们就选欧洲。里面呢，它就是全部都有包这样子，就是你今天买了这个方案，那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它里面这个地区清单有没有包含所有你要去的那些国家。那这样子的话，你在欧洲玩的时候就不需要去换eSIM。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上次去葡萄牙12天花了多少 GB。我那次呢买了20 GB， 然后只用了16 GB。但是我必须要说，我是一个用网络用非常凶的人，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影音创作者，所以我可能要一直上传跟下载。这边有一个简单的分法，就是如果你要去欧洲，可能10几天，你要滑社群媒体的话就买10 GB， 然后不滑社群媒体的话就5 GB， 自己是这样子分。那如果你是影音创作者，跟我一样就是很重度的使用者的话，你要一直上传下载的话，那就是买20。不太用网络的人，只是怕说有什么紧急的状况的话，那可能买1 GB 就够了。然后这边呢，要跟大家讲一个需要注意的事情哦。方案的最下面它会写说它有30天的启用期，也就是说你买了之后，你30天内一定要连到当地的网络。它的启用是你到当地连到那边的网络才算是启用，就是你在国内这边安装啊、打开设定什么的都不算数，只要它没有连到当地的网络都不算。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安装跟启用的步骤。那假设我们今天买完之后呢，大家会看到中间有一个安装eSIM，你就点下去，在此装置点下去，那开始安装、启用。
其实你就按照它出现的这些画面一直按下去就可以启用了。好，启用完毕。那这边我们讲的手机上面启用都不算eSIM真的开始使用。我刚才有说，就是一定要到当地连到那边的网络才算是真的有启用这个eSIM这样。那这边呢，你就按照你的使用情境去设定。那这边设定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的 SIM 这一栏呢有2个，一个是你国内主要的 SIM 卡，第二个这个旅游 Webbing 呢，就是我们刚刚的 Sally eSIM， 它现在是关闭的状态。那假设我们今天已经到了当地，飞机已经降落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到旅游 Webbing 里面，然后去开启这个号码，然后再回到上一页，我们的主要点进去。你这边呢可以看你要不要开启号码啦，那你就是把数据漫游把它关起来。其实就算开着，你没有买他们的方案，它应该是不会自己去算那费用才对。然后接下来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你的行动数据最上面的这个行动数据啊，你要点进去，然后把它选到旅游 Webbing。这样子它的网络才会去使用你的 Sally eSIM。那接下来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可能5分钟之内可能有人连不上，但我觉得要给他一点时间。那例如说3分钟、5分钟，他还是都没有连上的话呢，接下来非常推荐大家就是可以直接重新开机。那 iPhone 的重新开机呢，就是音量键跟荧幕的这个按钮一起按下去，就会出现这个关机的画面了。或者是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控制中心，然后飞行模式给它开关一下，然后看看这样有没有比较好。那像是我2月去葡萄牙的时候，其实头1-2天我的网络是很不稳定，就是常常断断续续，然后可能找不到网络什么的。然后后来我重新开机，它就好了。那最后呢，我还有一个终极大法。这个终极大法就是我之前可能 SIM 卡找不到讯号啊，或者eSIM有时候找不到讯号什么的，我就会进到 SIM 的你的号码里面，然后你去看中间有一个网络选择，这边你把自动关掉。你把自动关掉之后，它就会把所有的电信商都列在上面，就是它可以侦测到的电信商。那你就是可以去选不同的电信商去试看看，说哪一个网络比较好。但是这个不一定有用，因为有的时候你不开自动，反而你到了其他地方会更麻烦。所以我会推荐你就是自动打开，然后重新开机几次，然后看看有没有改善。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再进到网络选择的这个画面来试看看。那我们现在呢来看看就是三星的这个部分哦。三星呢一样，我们选安装eSIM，然后允许。那这边呢，你就可以帮你的eSIM取个名字，例如说日本旅游。下一步，那这个通话惯用 SIM 卡，你就是选国内就好了，讯息也选国内。行动数据的话呢，如果你还在台湾的话，就选国内。好，那现在我们已经加进来了。假设你今天已经到日本的话，你在这个 SIM 卡管理工具最下面这边行动数据点进去，你就把它切换到日本旅游，这样子就可以了。那一样呢，如果你在S26上面 SIM 卡找不到讯号，就是重新开机治百病。那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你今天用完这个 SIM 卡，你已经回国了，不去动到这个 SIM 卡也没有关系，只是我们要看一下设定，你要把那个网络调回来哦。就是假设你今天已经到桃园机场，飞机已经降落，你要开始找讯号的话，你就要到设定里面来把行动数据里面的这个选项呢，把它调回原本你国内使用的这个号码。那接下来下面这边呢 ，SIM 的这边，你就可以去把你的eSIM先关闭。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或者是你点进去然后按删除eSIM也 OK， 就是完全不会影响到之后的使用，因为 Sally 的这个eSIM它是可以重复的下载跟删除。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很快的国外旅游eSIM安装教学就到这边，如果大家还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